在近日的乌俄战争中，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毫无预兆的突然进攻，这一举措使得北约国家颇为震惊，纷纷解能援助大量武器。虽然成功的使俄罗斯陷入了拉锯战的泥潭，但是身为乌克兰邻居的波兰也因此被推上了战争的边缘。据媒体报道，目前波兰已经有大批军队抵达乌克兰边境。5月25日，俄军就公开表示要研究波兰和乌克兰联合作战的可能性，而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更是放言，如果波兰胆敢介入战争，车臣武装将会在3天内踏平波兰。卡德罗夫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波兰就是个东欧小国，动动嘴皮子就能被吓破胆的时代。虽然他不知道的是，波兰军队恰好有一款武器，对付车臣武装这样的轻步兵最为合适不过。这款武器配备自动装弹机，最大射速每分钟10到12发，装备在8×8轮式装甲车上。飙起车来能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狂奔，实现了打了就跑的机动作战，可以说从装备属性上完美克制车臣武装的轻步兵。那么火力军今天就为大家介绍的 RAK M120 自行式迫击炮。迫击炮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火力支援武器，相信各位观众都肯定不陌生。从自行迫击炮方面而言，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最为简易的做法，就是在装甲运兵车的底盘上直接架上步兵用的迫击炮。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方便省事，费用低，但是方便的结果就是其生存能力与火力精确度都没有本质提高。而波兰 RAK M120 自行式迫击炮从外观上就与那些便宜货不一样，采用轮式装甲车作为底盘，并配备有炮塔，可以通过电动控制系统调整火炮射击方位和俯仰角，弹药半自动后膛装弹，并采用按钮击发。在此之前，这类自行迫击炮系统中唯一一个量产服役的就是芬兰与瑞典共同研制的阿莫斯自行迫击炮，其中的双管型号给人们的印象尤其深刻。波兰 RAK M120 自行式迫击炮由波兰 HSW 公司生产，炮塔为焊接全钢制封闭式无人炮塔，可抵御步枪弹和炮弹破片的攻击。此外，也可以通过附加被动式装甲来提高防护能力。安装一门波兰自行研发的120毫米厚装迫击炮，是由波兰 2S1 自行迫击炮改进而来，炮身长度3米，具备曲折和直射能力，俯仰角-3度至80度，水平射界为360度自由旋转。配备自动装弹机，最大理论射速每分钟10至12发，实际射速为6至8发。根据弹药类型和装药量不同，其射程有所不同。能根据多种弹药，包括榴弹、增程弹、红外发射烟弹、照明弹、子母弹，以及瑞典博夫斯公司生产的 STRIX 末端制导迫击炮弹。该炮弹外形与普通弹药相似，头部装有红外制导控制装置，采用顶部攻击敌方装甲目标。破甲厚度达到550毫米。由于该款迫击炮能够发射多种弹药，因此在使用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平射榴弹直接攻击坦克，还可以仰射抛物线弹药，直接摧毁敌方的防御工事，杀伤有生力量。其最小射程为500米，由于间接火力支援时，最大射程达8到12公里。如果以12公里的射程来看，其射程接近于一般的105毫米的榴弹炮。炮塔前部装甲倾斜，右侧外置一个具有装甲保护的光电观瞄设备。炮塔两侧各配备有4具烟幕弹发射器，与炮塔四周安装的 OBRA 激光告警系统相配合。当遇到敌方激光照射时，可以自动或者手动释放烟幕，为自行火炮提供隐蔽和转移阵地的机会，从而增加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除此之外，炮塔内部搭载了弹道计算机，能根据不同弹种自动计算射击诸元，以及可以接收 GPS 信号的惯性导航系统。除此之外，还装备了由 WB 电子公司研制的火控系统，利用其计算机和混合制导与瞄准系统，该火炮不仅能够自动确定其方位角，还能自动确定其准确位置和高度。由于计算、瞄准与装填作业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可以缩短整个系统的行军战斗转换时间。该款自行迫击炮拥有极高的作战效率，备弹时仅需30秒，脱离阵地所需要的时间小于15秒，比传统的迫击炮进入战斗状态更快，而且还能在反炮兵火力袭来之前迅速部署到新的射击阵地，做到了比一般的迫击炮射击精度更高，反应更快。其装甲底盘也值得一提，可采用履带式底盘与轮式底盘。按照波兰最初的计划，RAK M120 自行迫击炮的履带式型号将采用翻新的德国黄鼠狼步兵战车底盘，
但由于采用无人炮塔，所以车内必须有容纳更多人操作的人员和设备，而黄鼠狼步兵战车底盘空间就不够用了。于是设计人员转而采用基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研制的 OT62 装甲输送车底盘加以一定改造。作为履带式 REG M120 自行迫击炮系统的安装平台，而轮式底盘选择倒是非常顺利，直接采用芬兰 AMV 8×8轮式装甲车作为底盘。该车也是欧洲使用最广泛的8×8轮式装甲车，得益于其采用模块化、车族化的设计理念，所以波兰可以利用 AMV 装甲车良好的车体改装自行迫击炮。该车辆长 7.7 米，宽 2.8 米，车组由3名成员组成，驾驶员位于左前部驾驶舱中，指挥官和炮手在炮塔中。由斯堪尼亚公司的12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配合采埃孚自动变速箱，有7个前进档加1个倒档，最大公路时速每小时80公里。配备液压气动悬架系统，最大航程500公里，具有很强的机动力，尤其是在波兰多山多湿地的复杂地形条件下，其优异的越野能力更为突出。最大爬坡度可达60度，能够穿过 2.1 米宽沟槽和 0.5 米高的垂直障碍物，不仅能够通过大型运输机进行空运，还具备水上浮渡能力，涉水深度 1.5 米。车体本身继承了 AMV 装甲车优良的防护性能，车体采用了铝合金和复合材料制造，车体正面60度角范围还采用了复合装甲，使得其可以有效抵御30毫米脱壳穿甲弹的打击。车体侧面可以抵御炮弹碎片和手榴弹以及小型爆炸装置的袭击。整车携带46发炮弹，20发位于自动装弹机可以直接发射，另外26发存在于成员舱内。该款自行迫击炮作战系统中，网络化的作战结构是其最大特点，可确保位于不同地点彼此独立作战的车辆保持不间断联系，并持续交换重要的任务数据。其指挥与信息系统把迫击炮和更高层次的指挥中心连接在一起，系统网络将生成侦察数据与外界交换，并和外部信息源进行对比，不间断地为迫击炮提供最新的任务数据，使其能够不断变化威胁和环境，做出最快灵活的反应。由于车辆射击与行驶速度较快，该车采用隐蔽、打击、撤离、隐藏的原则，可以在首批炮弹到达敌人之前撤离射击阵地并隐藏起来，这在战场上生存能力方面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优势。因此，该款自行迫击炮研制成功之后，波兰军方立即花费 13.5 亿美元购买了96辆，预计波兰总采购量达到了160至180辆，共计装备波兰12、17机械化旅、第21山地旅以及第10重型装甲骑兵旅，与波兰陆军的豹2坦克协同出击。可以预见，该款自行迫击炮将成为未来战场上波兰陆军的主要炮兵压制武器之一。不知道看到这里，卡德罗夫是否还有信心凭借其手中的轻装步兵3天踏平波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